你们逢年过节人情礼往，是不是总有需要假吃假喝的时候？这个基础的社交技巧，我家这外国人居然不会。大胖媳妇前一阵意外发现自己的血压直飙180，发现之后我们全家都很紧张。我张彩玲今年才35，守寡稍微是早了一点，于是我们全家都看着她，控制她饮食。然后前几天我们一起去哈尔滨了，晚上先是有个工作关系安排的一顿饭，对方非常热情，邀请我们一家都去。这顿饭完事儿呢，还有一顿是朋友要请我们。我跟大胖媳妇说，我说东北菜本来就硬，你要是2顿都正常吃，你能吃死。这第一顿它属于工作局，咱来也是为聊工作的，你就别真吃。他说，哎妈呀，多有意思！你们来饭店聊工作，在工位上吃饭，打的就是反差。就好比有些老板去高尔夫球场聊生意，然后在办公室打高尔夫，你们一个个的都假吃，完事点14个菜，最后折磨的就只有我这种纯爱。我旁边的同事就给他发过去几条微信，教他假吃假喝的技巧。第一条，别老盯着菜，眼神看向请客的人，汉语不好不知道说啥你就笑。像你放哪的呢？哈哈哈。你不吃就没了。第二条，让自己忙起来，比如给别人夹菜。上场，吃当。去年我就来过那个哈尔滨，但是反正现在年轻人吧，就是，然后当时我还是都特别喜欢就有人跟我说我那个正式的，然后到喝酒环节，请客的人问他能喝酒不？他说能喝。我说显着你了，你看人桌上别人说人家开车来的，人家不用喝了，你也是啊，你就大大方方敬酒，但是别真喝。他说我不会。我说我就不信了，这有什么不会？怎么能不会呢？趁请客的人出去了，我说来咱俩练，你现在敬酒，对，然后喝，但别真喝。我都说我不喝酒，人我开车了你。最后没有办法，我就让他正常吃吧，根本教不明白。我没想到这假吃假喝，最后还得是张大铁才能教会他吧。不过哈尔滨吃的确实好吃，就是冷。我搁饭店就开始脸红，到了冰雪大世界被吹得更红了。幸亏我带了施乐肤 C 霜，抹上脸那股干裂的刺痛感很快就缓下来了，一整天脸都是润的，而且成分简单干净，抿皮用着也特安心。大胖媳妇说这在北美也是国民品牌，人手一瓶。哎呀，回到北京，我们请朋友来我家吃饭，来的是外国人，我们就点的西餐。我们吃了一会儿饭，我就跟大胖媳妇说，你就观察你儿子啊，他又非常不爱吃西餐，他又非常想跟小姐姐攀谈，不想下桌，他就明白吃饭的目的，他不是吃饭，而是社交。是心动啊，糟糕，眼神躲不掉。多吃点这个好吃。你都才15。吃饭张大铁。我给看看你的什么。哦，Star Wars。好了，显眉姐。显白。张大铁吃饭。但是我不知道你手机号。张大铁一直不爱喝牛奶，但是非常会假喝。我提一杯。哎，玩的再杯。你吃饱了吗，张大铁？没有，家里还有蜜条吗？张大铁阴差阳错接了一部戏，别说作为男演员的他第一次进组，演技还不错，但是他非常的油腻，在剧组甚至人设崩塌。最近呢，我在整一个小短剧，有一场戏是我们的女主要做一个模仿秀，然后现场女主跟我说她这个模仿秀其实需要一个外国人跟她一起穿着东北大花来一个就是炸场，所以当时我们就急需一个外国人火速过来搭戏。选角导演一听傻眼了，外国人这大冷天荒郊野岭的，我上哪找那玩意儿去啊？这时候所有人的目光就都投向了我。我说啊，我的确手上有一批现货，你们想要雪人啊，我可以随时让他来。但是制片主任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这个他跟拍短视频不一样，外国人不管参演什么形式的影视剧，都需要提前报批，不能说上就上。那你现在拿雪人去报批，咱等结果，那肯定来不及拍呀。我说那咋办呢？后来经历了我们严肃的讨论，我们一致认为只有2个解决方式：一，找一个中国人，但是长得非常像外国人。全华语区我们筛选了一遍，合适的只有费翔老师。我看了一下我们的预算，觉得和费翔缘分还未到，那就只能是第2种方式，就是找一个外国人，但是他又有中国身份。全剧组都安静了，这上哪找去？10万火急的时候，远在西方的智者，我的婆婆温迪正好打来了电话。我说温迪，我现在根本没有时间跟你聊天，我现在就需要找一个有中国身份又有外国长相的人，根本找不着。温迪听完这个描述，沉默了5秒钟，淡定的跟我说：哦，我可怜的傻孩子，你一定是忙晕了吧？你找的这个全世界稀缺物种，难道不就是远在天边近在铁岭吗？ Your son 拿铁章到现在连加拿大都去不了，你不会觉得他是一个外国人吧？你这种情况是不是就属于 riding a donkey to find a donkey 了？一语惊醒梦中人呢，那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蓦然回首，那孩儿却在客厅抠线裤。
温蒂解我燃眉之急，我必须送她一份大礼。我准备了羽西人参面霜和眼霜，专为50加熟灵肌研制，足足的长白山人参精华和西域圣女花，滋补成分帮她紧致提拉，养出好气色。羽西是护肤界的白月光，这次也给她一点小小的国货震撼。我就让我爸把张大铁带来拍戏，张大铁一听还不去，我爸给了一块绿豆糕。于是。到了剧组，很多女生都非常喜欢张大铁，引发了剧组一定的骚乱呢。服化道都没人了，都去楼下玩张大铁去了。张大铁到了之后，发现自己平时在家被我 P， 被他爸 P， 被他姐 P， 而在这里，他居然是一个idol，瞬间油腻了起来。弟弟你好漂亮，有一个高吧。油腻的张大铁居然人设崩塌，人生第一次自己主动飙英文。我在楼上工作呢，就听楼下尖叫，张大铁说英语了。哎呀，是啊。他说英语了。张大铁，你刚才说啥？我听说你说英语了。来来，你跟你妈说一句，快点的。你不加说话，你不加说话。你们知道中国有句古话叫山猪吃不了细糠吗？张大铁最近不是喜欢上了一个小女孩吗？但可惜人家要走了，人全家要去法国，过年前就要走了。张大铁就来找我来了，郑重其事的跟我说，他也要去法国。你连英语都不会说，你上法国你咋办呢？法国人也不会说英语，不会说英语。我说张大铁，你就爱吃那几样东西，热面条、疙瘩汤、菜汤拌饭，你根本吃不惯西餐，你还法餐呢？我吃过披萨饼。于是迫于压力，我就在那个小女孩离开之前，我约了一下他家人一起吃个饭，法餐还挺小资，就高档轻奢风那种的。路上我还叮嘱张大铁，我说你到那儿你别掉链子啊。到了餐厅，张大铁必须要点菜，因为中国餐馆吧，菜盘上都有图，张大铁不认字也可以看图点菜。原来是这个红菜呀。到了这儿，一打开菜单，一个图没有，还一堆英文，啥也不认识，懵了。我说没事儿，你不认识妈替你点。他告我别吱声，然后装模作样冲着葡萄酒单点了一份锅包肉。这个我没有，我没有。开始上菜了，第一道菜就给张大铁造懵了。第二道菜鱼子酱，张大铁当时已经很饿了，上去就是一口，把盘子给咬了。他姐告诉他，你要吃上面的鱼子酱。他吃了，还不如吃盘子呢。第三道菜是扇贝，而且人家说这道菜的巧思是扇贝上面点缀的花朵都是可以享用的。你知道这个花也是可以吃的吗？我为啥要吃花呀？吃花是鞭炮，吃花啪啪。第四道菜我没听懂是啥，反正有3块大萝卜和3片香菜。这是道菜呀，这是道菜呀。这法餐我也吃不惯，那咱们吃一个法国百吉福奶酪棒吧。这个百吉福知心满满的吉福桶，能玩击鼓传花，还有知心话祝福。朋友问早要打考试怎么样？奶酪棒马上结尾，跑出最好吃的芝士，氛围一下好起来，孩子也不尴尬了。软软知心超好吃，而且营养好，过年送人贼有面。第4道菜吃完，张大铁彻底被法餐揍懵了。服务员中间过来问有什么需要的吗？我要大米饭。什么米饭？什么叫大米饭妈妈？拿钱，这得没要米饭。那你专门点儿呀，专门点儿呀。他就一直跟我喊要大米饭闹，我最后没办法偷摸给点了一个外卖。哎，你们看见过招魂吗？大米饭来了，吃吧。我只能说孩子的魂儿回来了。自己干完一碗之后，看那个法餐还有菜汤没用了，还给他姐整了一碗。谢谢你，拿铁，但是我不吃，他也吃大米饭。哎呦我的妈！这顿法餐吃完啊，再也不提去法国了。不但再也不提去法国了，而且还吃出软肋了。刚才去超市不听话，非要买糖，非要买糖，不买不走。给我买吧，我想要，我想要。你要买的话，完事咱去吃法餐。我不是法餐。